这年头估计认识铁飞机的玩家也不多了，而认识作为黑历史而存在的 VF2 的人就更少了。我记得8年前在兔子的视频里还见过这台海埋头的 VF2， 没想到这次向之前 VF4 学习，带了张插画背景板作为再一次的特别版又再版了。这里要非常感谢3月兽的小伙伴啊，他说就知道我会拍这台飞机啊，于是故意给我留了下来。3月兽在戴哥产品的宣发上真的下了血本，又不干涉创作内容，简直良心甲方。不好意思扯远了，回到产品上来，还是赶紧来开箱给大伙看一看这次的铁飞机的表现吧。那本次产品的最大亮点便是这张伊斯塔尔的背景板了。作为超时空要塞2的女主角，被男主神奇响所救，进而与男主产生了情愫，并和响的上司苏菲构成经典三角恋，并且自己本身又是歌姬，林美美 buff 叠满。不同的是，伊斯塔尔是敌方马尔杜克的人，这个身份也成为了推动全剧发展的爆点。虽然说是林美美类型的角色，但和明美相比，我对她是没有太多感觉的。另外我想吐槽一下，戴哥你认真的吗？选这么张图当背景板太丑了好吧。我即使再无感啊，即使伊斯塔尔确实是外星人啊，但人家至少是漂亮的吧。阿戴你这个审美怎么一股子欧美风老太婆的味儿？人物的吐槽咱们就先放一边吧，我们回到真正的主体。那这次的本体配件就是这些了，和之前的套装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第一台了，有伊斯塔尔的烫金线稿，不过还是老观点啊，不够漂亮。另外，如果有朋友看过之前其他 UP 主的评测，就会知道这台飞机的结构做的是非常糟糕的，胸甲翻下来后是没有固定位点的，所以整体松松垮垮的，比较难玩。必须要把这个透明的支架连接件作为补强的零件插到胯部，并和机头孔位合拢，这样整个机身才会稳固。另外，由于是很早年的海馒头产品啊 ，B 形态下的人形可动其实做的是比较一般的。头部由于给了双段的关节，加上变形需要的缘故，像360度的平转啥的问题都不大。另外，抬头低头的幅度也很优秀，毕竟球冠的活动范围是很给力的。另外，左右的摆头幅度也给留了30度左右的空间。肩关节借助变形的机构，向内能有个15度左右，向外则能打平。把外肩胛盖板抬起来后，理论上手臂可以平抬到120度，但是这里的关节非常的紧，用力一定要小心。大臂上段配置了360度的平转，同时下方还有2段式的曲肘关节，能做到大概150度的曲肘范围，还是很不错的。而手腕就是典型的球冠连接了。腰部肯定是没有任何可动的，直接来到腿部吧。首先，大腿根部的变形关节提供了前后折叠90度的能力。由于根部是这种老式的小球冠连接，所以理论上啊，腿部的前后踢都能360度绕一圈。但是侧平台就 GG 了，毕竟是这种关节设计嘛，只能说是身残志坚了。而屈膝在打开膝盖后盖板后，依然是有很大的限制，所以最后也就是90度多一点，100度的样子。但如果觉得不满足的话，那就只能把变形的关节给用上了。把膝关节全部拉出来以后，根部有一定的左右摇摆，屈膝也能稍微更进一步，但其实没有增加多少，毕竟这是给 G 形态准备的，唯一增加的是小腿的360度平转。而脚部除了变形用的展开关节能当做前后转动的角度以外，也再也没有什么其他更多的可动范围了。可以说整个本体在人形态下的把玩体验算不上好的，而且很多部件的固定位点都没有，导致整体是松松垮垮的感觉。再加上本体上其实没有什么涂装啊，白色和灰色都是成型色，而且也没有什么细节和刻线，仅有红色的线条作为装点，所以就总体看起来也算不上非常优秀。当然了，其他的海馒头的铁飞机也基本如此。反而这台 VF2 因为本身机设风格比较前卫，戴哥的身材把控也不错，只是这样摆着看的话，其实还是挺好看的。另外 B 形态下有个细节啊，就是背部可以搭载收纳后的钢 pod， 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那么鉴于 B 形态实在让我提不起把玩的兴趣，咱们还是赶紧来变形吧。首先将2个推进器下滑到底，锁住锁扣，接着张开机翼，然后将内部的小机翼向下折到底，然后把背部这个背包的部分先全部这样完全打开，把天线这里全部向后折。接下来就是经典的按头行动了，将整个胸甲的机盖抬起，同时顺势把头给放下去，这里要非常小心天线与机背部的干涉，然后把头先放下来，这个时候就能翻到背面了，把机背部的零件全部给合拢。接着把大腿根部这根金属骨架翻起90度，先把2条腿的膝盖部分先全部拉伸开，把所有的关节全部都展开。紧接着把大腿根部的轴向外展开到最大，然后把2条腿都向前翻折。接着把一开始展开的大机翼和小机翼都先收起来，这样就腾出了空间，让2条腿能像这样做90度的转动，接着2条腿就能像这样保持向后的状态。然后把机头下方的这个小机翼抬起来，接着把脖子上的基座部分也上翻，像这样折叠180度的部分完全展开。紧接着腿部的这个装的部分就能这样向前翻折过去了，这下就能把刚刚抬起的头给放下来扣住了。
接着把头向前推，向下压，直到将头部完全藏进腹部。不过这里并没有卡扣和装位，只能凭感觉了。最后翻起小机翼和保护杆。那头部这里收纳完成后，就能把两条腿根部一开始打开的关节再折回去了。这里也是尽量折到底就行了，但是没有装位来固定。最后再次把两个机翼给展开，接着把这个脚掌前方的零件拔下来，换成这个脚趾展开的替换件。最后就是把两条手臂给翻折下来，调整好位置，那么机形态也就变形完成了。不得不说 VF2 的整个机设是真的很优秀 ，B 形态本来就很好看， G 形态依然是这种 VF1 怀旧风混搭着来的科技风感觉，就感觉真的是很漂亮。而且由于解锁了整个飞机上所有的变形关节，所以在 G 形态下摆出一些 G 形态常用可动 pose 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个外八腿的造型也是可以往下压机头的。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个样子是已经很好看了，大家觉得呢？好的，那么欣赏完 G 形态，赶紧来变形我最喜欢的 F 形态吧。首先将两个小臂盖板打开，这里的手不是翻折进去的，而是通过平转转进去的，所以这里会有干涉，转动不是那么的方便。接着将机背部的引擎像这样翻出来展开，然后把机翼也展开成45度角，这里也是没有什么固定位点的，所以定不住形。接着把两个小机翼向前滑动，把之前换下来的脚趾架零件再换回去，然后非常简单粗暴的把之前整个腿部所有展开的部分全部合拢，变回这样的引擎的状态。把两个大腿根部的翻折关节向外尽量打开，总之能展开多少就展开多少，这里的展开极限大概就是120度的样子。然后翻出小腿两侧的固定插桩，接着是把两条手臂翻折进来，这个地方其实没有什么干涉的，但是没法直接把手臂给固定好，因为还需要把大腿根部的转轴全部展开落下去，做到将整个关节展平，最后就能将腿部插桩对准手臂的凹槽固定了。这里要简单调整一下手臂的位置。接着把两个大机翼内部的 Z 字折叠关节从后折改为向前折，相当于把机翼向前平移。背后这个类似背包的零件需要打开，把里面这个长的盖板给翻出来，然后拉着整个盖板向下翻，直到盖住机背部。接着把头的保护杆给翻回去收纳好，用刚刚翻出的长盖板盖住头部。盖板顶端有插桩，可以固定到头部的凹槽，最后再合上尾部的背包盖板，零件就大功告成了。哦，对了，展示的话还需要把起落架也给装上才行。机头部位的起落架直接拔掉盖板替换就好了。机身的起落架也是需要一点技巧的，首先要按开上方的这个小盖板，掀起来以后才能拿下盖板，然后装上起落架。接下来就可以进入 F 形态的展示模式了。对于 2SS 这台飞机，从我第一次看到它，我就一直认为它是当前所有的飞机中最优雅但又最充满未来科幻感的。之前说过 VF19 的精髓是机头的天鹅颈，但其实最漂亮的天鹅颈我认为是 2SS 的。还有这个起落架的造型啊，简直就是在我 XP 上跳舞。另外，这也是我目前玩到的唯一一台支持直接打开舱盖的海馒头。这个正面扫过去的感觉啊，这个像6个方向撑开的翼片，又让我想到了 VF4，但是我又感觉比 VF4 还好看。听说 VF2 在我心中就是 FG、B 形态都是无死角的好看，但非常可惜的是啊，如此好看的飞机在铁飞机的世界观中一直都只能作为黑历史而存在。很多不了解的朋友会以为啊，VF2SS 这个编号，那不就是直接接替 VF1 的机体吗？但其实不然啊，原作设定是公元2087年，距离第一次统合战争已经过去了90年了。这个时间甚至比最新作马三角的时间还要往后20年。同时 VF1 的后继机实际是 VF4，这台 2SS 虽然和4一样都是做了宇宙空间特化的，但实际是作为火星到地球间守卫任务使用的。至于为什么会惨遭黑历史呢？如果看过 F 和三角的都会知道，那个年代的科技树已经能灵活的使用 Fold 水晶这种空间武器了。但本机的性能和老古董 VF1 相比几乎没有质的飞跃。究其原因啊，那当然是因为这部动画不是和森拍的了。可不敢胡说啊。当然了，你硬要解释说，比如留在地球的势力没有遇到强敌，科技发展缓慢啥的，也说不过去啊。反正我是圆不上，科技树和时间线都圆不上。唯一的亮点是，这次敌人也是靠唱歌来给舰队上 buff 的，伊斯塔尔就是敌方的歌姬。另外 2SS 的机设并没有和森的参与，而是由 Z 高达的机设师藤田一吉给的出版，所以造型感觉和之前的飞机都有些不同。那说起机设，其实剧中的 2SS 大部分时间都是和 SAP 背包一起登场的，同时也是 2SS 最重要的武装系统。这里先从 B 形态下开始装备吧。首先在 B 形态下必须要换成这个一体式的机翼才能装备，虽然不换也可以啊，但之后上背包会非常的难装，个人还是建议先把它换掉。接着打开小臂的盖板，从里面把这个小盖板给顶出来，这样就能把导弹夹舱给装到手臂上了。
腿部的盖板也是这样的，直接撬开后拿下来就好，把这个导弹的装甲盖板给装上去。之后这个大背包就没有什么技巧了，直接扣上去就可以了。唯一的问题是它就很容易崩开，扣不太紧。全部装备完成后的造型就是这个样子了。每个系列的 VF 都有自己专属的背包，不过这次的这个 SAP 背包和本体一样，都有一股浓浓的异形科技风。除了导弹舱以外，多是圆润的造型，确实是蛮特别的。手臂的导弹舱前盖板可以取下，然后通过这个替换键去还原一个细节，那就是钢 port 可以收纳于这个导弹舱中。我可真是太喜欢这些零碎的细节还原的设计了。同时这把钢 port 本身也还原了这个一体变形的展开结构。SAP 包的武装方面，所有的这些3连装导弹舱都是可以展开的，腿部的这些弹舱也是可以展开的，但最下面的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也不知道是因为空间不够做还是怎么样啊，反正展开必须要通过替换键来还原，这就多少有点彼此强迫症了。另外推进器前端的这些盖板也是能通过替换键来展开的，内部这个白色的头是小型导弹的弹头部分。机背部这里的还有2门也没有落下，一并给了还原，不过这里的展开替换键尺寸会小一些。另外将背包通信机头部分向外拔出，就能解锁背后的折叠转轴，这个用来还原 B 形态下的精确瞄准模式，毕竟 SAP 包的电子战部分都集中在这个尖的头部，而另一侧就是 SAP 包的主武器，完全不对称设计的轨道炮，这样摆一个全弹发射模式还是很有感觉的。不过要说搭载这个背包最帅的还得是这个 G 形态了，背包填充了大部分的机背部空间，让整个体型更接近沙漏型，上半部分更加倒三角，更具有攻击性。这里没有展示带着背包变形的过程，因为实在是没办法带着一起变。说明书上不仅没有提到，甚至都没有给 G 和 F 形态下怎么装备背包。不过因为和 B 形态下几乎是没有差别的，而且装起来也很简单，所以也就还好。只不过 F 形态下还是要注意的，需要把背部的引擎和副翼都折叠回去，才能把背包再装上去。其他几个弹舱和之前一样扣上去就行了。F 形态下的 SAP 背包，个人感觉就不是那么的好看了，有点像一只臃肿的大鹅啊。其实大家发现我几乎没有拍过 AP 一类的背包，就是因为我不太喜欢在飞机上搭载太多的东西。诚然在人形态下重装很帅啊，但 F 形态下都多少有点喧宾夺主了。要说这类背包什么时候最帅，那还得是摆这样全弹发射的时候。哦对了， SAP 背包还有一个武装啊，就是这4门半飞在四周的无人机，尖端部分有3门机枪炮口，整个飞行和火控全部都由 AI 自行控制，母机只下达关键指令，这应该是 2SS 科技树最高的武装了。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海馒头 VF2SS 评测的全部内容了。这玩意儿本身就是17年老产品的完全再版，增加了个地台和伊斯塔尔的背景卡纸，想要和之前 VF4 玩同样的套路。但咱暂且不说马克罗斯2的人气还有黑历史，就说这个女主的背景板啊，我就觉得戴哥是没有走心的。当然了，这也是 2SS 这台飞机为数不多的产品，本身素质也算中规中矩，起码在海馒头的铁飞机里算是做得不错的了。对于这款飞机有兴趣的小伙伴是一个不错的入手机会。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长视频制作不易，大家记得点赞3连哦。